汪辜会谈是1949年以后，两岸双方首次以授权民间团体名义举行的高层会议。您现在看到的画面是4月26号，国台办正在召开的新闻发布会。国台办的新闻发布会频次比外交部的新闻发布会要少，它的内容主要是聚焦于两岸关系，也包括两岸之间发生的一些事件啊。所以呢，每次国台办召开新闻发布会，记者的提问都非常踊跃，因为机会难得。4月26号的这次新闻发布会一开始气氛很融洽，国台办的发言人朱凤莲主要是介绍一下汪辜会谈30周年的情况。但是20分钟之后风云突变，中新社的记者开始提问。4月25号，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了台湾地区犯罪嫌疑人杨志渊涉嫌分裂国家罪一案的办理进展，请发言人介绍有关情况，谢谢。4月25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了信息，台湾地区犯罪嫌疑人杨志渊涉嫌分裂国家罪一案呢，由浙江省温州市国家安全局侦查终结，移送温州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日前呢，温州市人民检察院以涉嫌分裂国家罪对杨志渊批准逮捕，该案件呢正在进一步的办理当中。紧接着台湾有一个记者又开始提问，说还有一个人被抓起来呢，这个人叫富察，名字呢中文名字叫李延鹤。台湾的 TVBS 提问，关于陆配这个八旗文化出版社的总编富察，传出是为了放弃在这边的身份，所以返回上海而遭到拘捕，所以请问国台办有何回应？谢谢。李延鹤因涉嫌从事危害国家安全的活动，正在接受国家安全机关的调查，有关方面呢将依法保障其各项合法权益。一场新闻发布会有2名台湾居民被抓，其中有一个是台湾籍，一个是大陆籍，但是是台湾居民。那你想想，这对台湾社会的震动有多大啊？咱们今天就来讲一讲这次新闻发布会宣布的被抓的这2个人的故事。这第一个人呢，名叫杨志渊，他是台湾人。早年的时候，在学校他就参加各种各样的学运，野草莓运动所以08年的时候，他加入了民进党，当时蔡英文还接见他。后来1年之后，他就退党了。为什么呢？他跟民进党的政策主张渐行渐远。他认为民进党怎么说不够绿，太亲中，而他们呢就组建了一个叫台湾民族党。在2011年的时候，这台湾民族党它一个基本理论就认为，台湾的主权既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也不属于中华民国，它属于台湾人民自己。所以呢，他就提出来要台湾人公民自决。他们搞了一个运动，叫台湾国籍的宣誓运动，就是让大家都宣誓，你们的国籍并不属于中华民国，而是属于台湾。然后呢，等到宣誓台湾国籍的人占到了300万人，他们就可以自己组建议会，然后呢，重新组建台湾国。他这想法是受当年爱沙尼亚独立的时候的启发，因为当年1991年苏联东欧发生巨变的时候，波罗的海那几个国家独立的时候，就是那些国民们先自己组织，说我们根本不属于前苏联了，我们就属于爱沙尼亚，然后自己重新组建议会，然后就独立了。他们希望台湾也能够遵循这样的一个路径进行独立。2012年的时候，他们还推举了自己的总统候选人参加台湾的总统大选。中华民国总统对于我来讲，其实我一点都不 care 啦。即使我拿到中华民国总统的位置，我大概2年的我要把政权交出来，交给台湾人民啦。当然，台湾的总统大选实际上是有门槛的，你得有联署，你得达到一定的联署门槛之后，你才能参加选举。后来呢，他们这个候选人也没达到这个联署的门槛，就最终没有进入到投票环节。2014年的时候这个杨志渊就退出了这个民主党。据说那民主党搞这个争权夺利内部也是鸡飞狗跳。他离开这个民主党之后这个政治光谱就发生了非常巨大的变化。他就去见这个中华统一促进党的主席，叫张安乐。张安乐都知道，台湾呢原先是个黑社会的，后来在大陆待了很多年，又回到台湾，就组建了中华统一促进党，相当于共产党在台湾的代理人嘛。这张安乐呢对他还挺赏识，他准备发展他成为中华统一促进党的候选人，就参加选举。2016年的时候他跟着这个中华统一促进党到大陆访问，还受到了上海市副市长、南京市市长的接见。
回到台湾之后，他搞了一个叫国民阵线，又跟蓝营的很多人呢拉拉扯扯，关系还不错。到19年的时候，他的政治立场又再次发生变化，他又回到了台湾民主党，就任台湾民主党的副主席，然后又跟一个叫一边一国什么党啊联合在一起，他呢就参加2020年新北市第9选区的立法委员选举。国民党江河日下，民进党变成国民党2.0。2020年，无论谁当选总统，我们都将面临不可预知的未来。当然了，他最终得票非常少，一共得了900票，人家当选的那个国民党的那个立法委员得了10万票，他连对方的一个零头都不够啊。但是这个选举之后啊，就有一个年轻女孩子说她性骚扰，这件事情对他来说打击非常大。大家都知道，在台湾要有从政啊，对方都会把你祖孙3代的各种事情都挖出来，一遍一遍的拷问。那人说他是性骚扰这件事情，他说不清楚了，所以他的从政之路基本上也就断送了。那么2020年之后啊，据说他来过好几次大陆。2022年的1月份，他就跑到厦门去了。这一去啊，好像是定居，到那做生意啊，教围棋啊，就不回台湾了。那这一年的8月，他去温州市参加围棋比赛，结果在8月3号这一天啊，他被温州市的公安局国安人员就给带走了。那么一带走到现在，这实际上已经快1年了。浙江省温州市国家安全局依法对长期从事台独分裂活动、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嫌疑人杨志渊实施刑事拘传审查。第2个被抓的人呢，这个人叫李延鹤，他在台湾取了一个名字叫富察延鹤。兴亡的世界史他说的很简单，就是有的国家为什么会成功，有的国家为什么会失败，有的国家为什么会崛起，哪一种文明为何会消亡。他因为他是满族人，出生在中国的东北，后来呢到上海去求学。1995年的时候，他在华东师范大学读文学博士，他就认识了一个来自于台湾的女生。这个女生在上海读研究生，研究昆曲，他对对方一见钟情。后来从上海就一直追到了台湾的中立。2001年的时候呢，两个人终于确定了恋爱关系两个人谈了3年恋爱，在2005年的时候结了婚。据说他在结婚之前，这女方的父亲对他还不太感冒。为什么呢？因为他太太这一家在台湾属于深绿，而他们对这个未来的女婿的家庭就还有很多疑虑。因为李延鹤的父母在大陆是公务员、政府工作人员，这就属于共产党嘛，所以呢，他们就对这个女婿不是很接受。但是后来他发现，他这个女婿到台湾不久就跟那苏贞昌罗文嘉这些民进党的人凑在一起搞活动，好像是思想意识程度还比较接近。于是他的岳父就接受了他，还跟别人就讲，他说你看到了吗？现在共产党成了我的女婿。两个人结婚之后，2007年他的妻子就到大陆跟他团聚，因为他当时在上海文艺出版社工作，好像还当了一个副社长。到了大陆之后呢，他的妻子就一直劝他说，你还是去到台湾去创业，就不停的劝。就2009年的时候，这李延鹤跟他妻子到了台湾，他就创立了一个出版社，叫八旗文化出版社。八旗嘛，自己是满族人。八旗出版社我看了一下他在台湾还挺另类的，因为台湾这些年其实对大陆题材的书籍的兴趣在急剧下降，不像20年前很多台湾的出版社愿意出版大陆方面的书籍，但是现在呢已经很少了。但是这个八旗文化出版社还是愿意出版一些围绕着中国方面的题材，所以在台湾也算是有一定的影响力。真会写。这里你有看过吗？我甲骨文有看过，对， okay， 但是我江城跟徐荣中我就没有。对，其实江城也超好谢看，谢，真的好看。对，好，看了之后我觉得江城是一个记载了20年前那个中国还在刚刚改革开放时期那个古城的样子。然后我真觉得就是他帮他保留了那个江城，就用文字的方式帮他把那个像考古一样把它保留下来的，真非常棒。据他们统计这个八旗文化出版社这些年创立到现在一共出版了500多本书，其实量还是不小的那么这些年其实李延鹤呢一直往返于大陆和台湾之间，他也经常回大陆去探亲。你有段时间不在，对，因为我回到上海去了，回上海去要隔离，现在疫情很严重嘛，然后隔离14天，然后办完事再回来再隔离14天，所以我的人生当中的1个半月就消耗在那边了对，那么这一次他为什么回大陆呢？是因为他要加入中华民国的国籍，
按照台湾的国籍法，你加入中华民国国籍之后啊，你必须在3个月之内，你在你原先的国籍所在国啊注销自己的国籍以及户籍，这个时候你才能获得中华民国的国籍。否则的话，你这中华民国的国籍啊就作废了，就取消了。所以呢，这李延鹤必须回大陆去注销自己的户籍。3月19号的时候，他回到大陆；3月21号的时候，他被国安人员带走，就此失踪。据说他们家人啊一开始比较低调，因为不希望这件事情扩散嘛。后来还曾经想找马英九去帮忙，但是呢也没成功，因为马英九当时不正在大陆访问嘛，希望马英九能帮他说一句话。但这件事情呢也没起到效果啊，具体内情是什么我们就不清楚了。那么这李延鹤被抓啊，跟我前一段时间做的那个节目，就是那个焦虑主妇莉亚情况一模一样。这莉亚当时呢也是到大陆去放弃自己户籍的时候出事儿了，因为她当年在台湾的时候经常参加民进党的造势晚会嘛，说自己是精神台湾人嘛，然后呢遇到大陆的情况她基本就是否定嘛。这张选票是台湾人应该珍惜的，为什么？如果没有选票，我们有可能会要学习怎么样使用 VPN 翻墙上网。如果没有选票，我们有可能买菜刀，或者是买布条，甚至你买油漆，你都要带好你的身份证。这些呢，在互联网上都被大陆的有关部门看得一清二楚。所以他回到大陆的时候啊，他的大通证被收走之后，大陆就不给他办了，就卡在那儿了。所以他当时特别焦急嘛。后来大家都知道，莉亚回到了台湾。他回到台湾之后，他再也不参与任何政治话题了，也不再涉及两岸议题了。在我看来，一定是以我一个大陆人的经验来讲，一定有关部门找他敲打了，就是说什么，你不要认为你加入中华民国的国籍，我就不能收拾你。你家人还在大陆呢，是吧？我这次放过你，我最后给你这个大通证，你可以走。但是你记住了啊，你回台湾以后，你再也不许涉及到政治议题。这李延鹤因为比这个莉亚影响大呀，这莉亚只是参加了一些民进党的造势晚会，这李延鹤干了什么呢？这李延鹤在台湾这个八旗文化出版社出版的书籍啊，我认为肯定是最重要的原因。我刚才说了，他在八旗出版社啊，出版的都是一些中国题材方面的书，但他这书可不是一般的书啊。你比如说历史题材啊，他当然有一些没有意识形态的，讲唐朝啊那些情况啊，这女人是不是以胖为美啊？但是他这近代的有很多书实际上是很泛记的，比如说他出版的日本学者的书，讲满洲国的历史，他就讲满洲国啊其实是日本在大陆实现自己精神理想的实验田，而这个满洲国的国民对此非常接受，非常有好感，根本不像历史所描述的那样。然后他还讲什么呢？他说这个大清的历史啊，正统根本不是继承于明，而是继承于谁啊？是蒙古，是蒙古把这个天命给了大清。因为1635年啊，皇太极去蒙古打仗的时候拿到了传国玉玺，然后自此改名为大清，所以他根本不认为满族的这个正统性来自于明，因为他自己是满族人嘛，他好像是也比较支持那个满族啊，这个啊。当然这个观点我也不赞成，因为你去看一下清史啊，虽然皇太极1635年拿到了所谓的那个传国玉玺啊，但是后来清朝实际上发现这个传国玉玺是假的，因为大家都知道中国的秦玺是吧？受命于天，既寿永昌，那个才是传国玉玺。这个所谓的什么至号之命就是个假玺，所以在乾隆年间，乾隆把这块玺就给毁掉了，而且他也讲了。清朝的这个天命来自于德，而不是来自于喜，所以我个人觉得他的观点也比较偏颇啊。但是毕竟是属于言论自由的一部分嘛，在台湾社会完全没问题，但是在大陆这是非常犯忌的。而且他还出版了一本书叫《新疆：中共支配新疆70年》，这本书是东京大学的一个法学博士写的。这本书讲的就是1949年中共占领新疆之后的统治史。他这书里就讲到了，中共占领新疆之后啊，他基本早期是用那些跟他自己比较亲近的少数民族干部来统治，通过分裂少数民族来完成统治，这就有点类似于蒙古嘛。
内蒙大家都知道，共产党的干部叫什么名字啊？乌兰夫啊。那是乌兰夫，他不但汉化了，也是共产党的铁杆支持者，他也不可能搞独立。所以早期的这些边疆干部基本都是这种类型的。但是后来经过他的研究发现，这70年来啊，民族干部的那个重要性在逐渐下降，而汉族干部的重要性在逐渐上升。可能一方面是没有早期的那些铁杆的支持者了，另外一方面，现在这些边疆的形势也发生了变化，这些独立势力啊、分离势力在不断的发展。同时，他还讲了新疆里头的伊宁事件呢、911事件呢，还包括那个大规模的拘禁活动啊，最后还讨论了，就是中共在新疆的统治是不是那种种族灭绝？这种书要是敢在大陆出，绝对抓起来现行反革命啊！他认为他只是一个编辑，他认为编辑来讲不需要为内容负责，但是怎么可能？所以我认为啊，李延鹤被抓最核心的原因，就是因为他在台湾出版的那些书籍，在大陆看来都是大毒草，都是触犯危害国家安全的，所以被抓了。满族对日本人怎么？非常好，感觉非常好，真的。我觉得满洲人跟日本人这个认知关系是相对而言比较亲切的，他们都是比较阿尔泰语系下这个族群的这个产物，其实反而跟汉文明的这个关系是相对少的。那杨志渊被抓又是因为什么呢？在我看来，就是因为当时佩洛西访问台湾。大家都知道，佩洛西访问台湾的时候，即将离开台湾搭机的时候，杨志渊被抓了。大陆肯定是敲打台湾，你不是想搞台独吗？你不是想跟美国人搞关系吗？我不让这个佩洛西去访问，是吧？你们非得让他去，那我就抓一个你台湾人。老实，你看着吧，虽然你是台湾籍的人，我照抓不误。你不要以为我不敢收拾你们。正好这杨志渊过去历史上又曾经搞过台独，是吧？他这个罪名现在叫分裂国家罪。按照中国的刑法，这分裂国家罪非常重啊，它包括2个，一个是组织策划参与，这组织策划参与的首要分子可以判死刑、无期徒刑，最起码的也是10年以上。如果你是积极参与，也是3年以上，一般参与3年以下有期徒刑。如果你是煽动，首要分子是5年以上有期徒刑，一般呢是5年以下有期徒刑，非常之重。而且杨志渊是至死以来第1例台湾居民在大陆接受这个刑法，因为分裂国家。这件事情为什么非常可怕啊？就在于啊，大陆其实是把台湾的国民纳入到了自己的法律体系管辖之下。你想想，杨志渊这种说法的人在台湾那可不是少数啊，我估计啊，少说也有几十万上百万，就是那种深绿极绿的群体，他们认为台湾就属于台湾，连中华民国他都不承认，他们就认为台湾就是一个被中华民国搞的殖民地。这样的群体在台湾大概可能占5%，占5%也有100万人呢。那如果按照中国大陆的法律，这些人可能通通都需要被抓起来判刑。别说这些人了，那苏贞昌不都弄到这个台独分子的战犯名单里头去了吗？一旦要是台湾被解放的时候，那苏贞昌可能也得抓起来判刑，是吧？所以按照大陆的法律，应该说台湾里头有相当一部分的人都犯法了，都可以抓起来。但是过去啊，实际上大陆对台湾的这个居民呢，他基本上来说，他还是尊重台湾政府的治权，虽然他不承认台湾政府啊。但是你台湾政府下面的老百姓，他认为治权属于你们，这是默认的，并不是公开承认的。但是现如今，他就认为你的治权我不承认了，你们所有的国民都归我管。你在台湾或是在全世界任何国家有这样的行为，他都认为是受他的管辖。这个陆委会你怎么看这个事情？他再度彰显了中国大陆呢绝对不是一个民主、自由、人权的这个国家了。关于李延鹤这件事情啊，我个人觉得这个事情最大的问题就是台湾法律的规定有问题。我们上一期节目在利亚那节目里我就讲过，你中华民国这些台湾的陆配群体啊有几万人，他们加入到中华民国的国民里面啊，本来应该享受到更好的权利保障。但是呢，现如今你让他加入中华民国国籍的时候，必须回大陆去放弃大陆的户籍，那你不是让他们置身于虎口之中吗？大家想一想，北朝鲜有很多人经过千辛万苦跑到韩国，
韩国就会给他们国民身份呢。但韩国政府从来没有要求这些脱北者你回到北朝鲜去放弃自己的户籍。谁都知道，这些人如果回到北朝鲜，一定可能会被遭遇集中营，甚至有可能会犬决。那韩国怎么处理这个问题呢？韩国其实跟北朝鲜之间的关系有点类似于大陆和台湾吧，他们也并不要求他自己的这些脱北者都必须放弃户籍啊。为什么中华民国要求这些加入中华民国国籍的人必须回大陆放弃户籍？不合理啊！这件事情技术上一定可以解决，但是现在他把所有加入中华民国国籍的人啊，置身于一个巨大的危险之中。我说的是来自于大陆的，假如你其他国家没有问题，但是大家都知道大陆和台湾现在的关系这么紧张，那你让他回大陆，那可能不是随时都出现问题吗？所以我觉得台湾政府啊，中华民国政府啊，应该就这个问题要进行修法。虽然这个陆配的群体在台湾人数不是特别多，但它毕竟属于台湾社会的一份子，他们的权利也应该得到尊重。咱们还是回到杨致渊这个案子，我觉得这个问题啊，比那个李延鹤那个问题更严重，就在于如果他在法理上把所有的台湾人都纳入到大陆的法律体系去管辖的话，我相信所有的台湾人都没有安全感。为什么？你想想，台湾人，你只要到大陆去旅行、投资、求学，你都随时有可能受到大陆法律追溯你在台湾的言行，那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情啊！那为什么大陆要这么做？我觉得大陆的逻辑在此，就过去你都承认一个中国，咱们大家都是一个国家的，咱谈嘛。但是如果你要是不承认一个中国了，你们都想搞台独，那对不起，我就不客气了，我就开始收拾你们。你们所有的台湾人在法理上来讲都归我管，因为大多数国家都承认一个中国嘛。那既然承认一个中国，你台湾就归大陆管了，他的逻辑就在于此。所以呢，他想通过这种方式逼迫台湾重新回到谈判桌上，跟他来谈9·2共识、一个中国。我一直讲啊，台湾在跟中国大陆打交道的时候需要格外的智慧，因为台湾跟大陆比起来国力悬殊，大陆太庞大了，台湾太弱小了，是吧？第二呢，其实政治地位也不对等，因为大陆毕竟是在国际上啊被大多数国家所承认，而台湾呢，毕竟是有大多数国家都不承认它的主权地位，所以台湾在面对大陆的过程中间需要十足的智慧，因为你硬刚，你刚不过呀。现在把你这国民抓起来，你怎么办？我看了一下台湾陆委会的那些人出来发言，很软弱。中共动辄以国家安全为由拘禁在中国大陆的台湾民众，我们绝对反对，并表达严正抗议。那大陆要是蛮横了，你怎么办？你有什么办法？实际上，对于台湾的政府来说，我个人觉得是没有任何办法。怎么能够避免自己的国民呢？因为在台湾社会发表的一些言论，一些行为，在大陆啊发生非常大的风险，这个是中华民国政府必须面临的问题。你想想杨致渊，年龄也不是特别大啊，因为刚才我说了，分裂国家罪可以判得非常非常重。假如说他要判10年有期徒刑，那就意味着什么？两岸之间的政治分歧啊，最终的代价由他来承担，这对他来说实在太不公平了。不管怎么样啊，我希望杨致渊也好啊，这李延鹤也好，尽早都能够被释放，回到台湾跟他们的家人团聚。我也希望啊，两岸之间呢，最终不要兵戎相见，因为真打起来之后啊，对于普通人来说，代价实在是太高昂了。然后其实我爷爷奶奶最在文革当中就是被打，同五类，对，被打，被离开沈阳赶回乡下，就这也差不多有20年时间被耽搁。国民党江河日下，民进党变成国民党2.0。台湾地区犯罪嫌疑人杨致渊移送温州市人民检察院，李延鹤正在接受国家安全机关的调查。你在台湾或是在全世界任何国家有这样的行为，他都认为是受他的管辖。他再度彰显了中国大陆呢绝对不是一个民主、自由、人权的这个国家。
关10年。我1989没有身份证，我有居留证。没有居留证，你现在不能出去啊，随便出去回不来呀。我就回不来啊。哎，可是我证件在这个月，今年7月就到期。那怎么办？我就不敢回去。